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华为家的充电器咱们拆了不少了啊。这个是华为家的一个私有协议的100瓦充电器，所有的评测数据的话，在咱们主页有这个充电器的完整的评测视频。我主页都把充电器、耳机还有键盘我们都分了类，包括各个品牌的充电器我们都做了分类。大家需要看什么品牌，在我主页可以直接去看。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才有我这个频道8个多月以来有9000多粉丝的成绩，非常的感谢各位老铁们。咱们话不多说，先拆解这一个100瓦的华为私有协议的一个充电器。华为家的充电器我拆过原装的66瓦的，也拆过他家的鹰规的90瓦的。他们家的充电器内部是全灌胶的工艺，非常的难拆，基本上拆开过后充电器基本上就要报废。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开。切了半天，大家看一下我手上全是白色的粉末。我们用撬棒把这个盖子把它撬开，这是底盖，前盖的话也要把它撬开。这里面的胶粘得非常的紧啊！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华为的充电器，做工非常的不错。这里有一个220伏的触点，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触点，把这个触点撬开，这里就是220伏的连接处，用金属片来卡住主板，而且这个金属的卡扣是铜质材料。充电器这一面的话，全部都是灌的黑胶，然后我们从这里再把充电器切开。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充电器的模块给它拿出来。这个胶的话非常的难抠，我还要把这胶把它清理下来。这里有一个金属的散热片，这是可以吸磁的，应该是铁质的，也不是铝的。散热片下面就是一块黑色的麦蜡片进行绝缘处理，然后这里还打有白色的做绝缘处理的一种胶水。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胶清理一下，这是充电器初步清理出来的黑胶，非常的硬。白色的散热胶有2种，这是充电器的一个散热片，这一块是作为隔离用的一个塑料板，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主板，做工非常的精致啊，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我们把它全部拆散，给它介绍一下它的电路情况。这个华为100瓦私有协议版本的充电器内部用料很不错，所有的元器件打散，整个主板的结构非常的紧凑。它有2片 PCB 构成，小的 PCB 用来安装5颗电解电容。这个充电器采用的是 PFC 功率因素校正电路加 ZVS 零电压开关电源，再加协议芯片控制同步整流输出的电路架构。ZVS 开关电源其核心原理在于通过软开关技术，使得功率管在导通和关断时两端的电压接近于0，从而降低开关损耗，并达到电源小型化、高传输效率的目的。我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华为100瓦私有协议版的充电器。主板的这一部分电路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初级220伏 EMI 电路。这个充电器初级部分的堆料很足啊，220伏插头采用固定插脚的结构，内部主板的扣件和插头部分的金属都是采用的铜质材料。输入端保险丝采用塑封合式保险丝，来自成立于2000年一家专业电路保护元件及相关配件的供应商苏州华德电子。这个保险丝属于华德电子2010系列微型延时保险丝，规格是3.15安，耐压250伏，为充电器提供过压保护、防雷击保护的压敏电阻，外部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来自成立于2000年一家设计制造、销售电路控制及安全保护元器件的企业厦门赛尔特电子，属于赛尔特 SFV10D 系列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压敏电阻这个地方还安装了一个4音600的气体放电管，用于控制电路中的电流流动和稳定电压，还有就是进一步的增强充电器的过电压保护。灰色的安规 X2 电容来自成立于1995年一家专业研发制造陶瓷电容和薄膜电容、压敏电阻、热敏电阻等电子元器件的企业汕头松田电子。这颗 X2 电容的规格是 0.047 微法，耐压275伏，属于松田电子 MPX X2 系列合式金属化聚丙烯膜抗干扰电容器。这一颗绿色的 NTC 热敏电阻用于充电器的浪涌电流防护。充电器的供膜电感
外部有热缩管套住进行保护，内部磁芯为绿色，用气包线和绝缘线两种线材进行绕制，底部有塑料框架进行固定，负责将交流电转换成脉动直流电的整流桥。私印型号 ABMR510。来自成立于2007年一家以功率半导体器件为产业基础的重庆平伟实业。这是一颗高抗浪涌能力的玻璃钝化快速整流桥，规格是5安，耐压1000伏。为了减少反冲电压和电流对负载器和电子元器件的损害，这个整流电路中增加2颗快恢复二极管，私印型号 GR3MBF。来自成立于2006年一家集半导体分立器件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销售与服务的厂商扬州扬杰电子。这是2颗3安耐压1000伏的快恢复二极管，利用这2个器件可以有效的防护负载器和电子元器件，同时提高整个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充电器的滤波电感装在这一个黑色的支架上面，电感内部磁芯为灰色，用气包线的同时进行绕制，底部有塑料的支架进行固定。同时，这一个支架还安装2颗滤波的薄膜电容。2颗城市薄膜滤波电容来自成立于1986年一家在金属薄膜电容制造业颇负盛名的台湾凯利电子。这2颗电容属于凯利电子 MPH 系列 PFC 回路专用小型化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器。220伏交流电经过 EMI 电路整流，进入充电器的 PFC 功率因素校正电路。2颗 R280电阻并联使用，用于实时检测，控制通过 PFC 升压变换器的电感电流。PFC 升压电路防止反向电压冲击，提高系统稳定性的旁路保护二极管，私印型号 RMN。用于 PFC 电路 VCC 辅助绕组的一颗滤波电解电容，来自成立于1995年国内一家老牌铝电解电容固态电容生产厂家湖南爱华电子，规格是12微法，耐压100伏，属于爱华 NB 系列高可靠性耐高温电解电容。充电器 PFC 功率因素校正电路主控芯片，私印型号 OB6560，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由海外归国人员创立的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公司上海的昂宝电子。这是一颗用于开关电源应用的准谐振或不连续模式 PFC 控制器芯片。芯片具有退磁后的骨值检测能力，以减少开关损耗和优化 EMI。内置前沿消隐的电流传感比较器，非常适合驱动功率 MOSFET 的图腾输出电路，而且芯片提供了强大的保护范围，确保适配器的安全可靠。这一部分电路为 PFC 开关管辅助推挽拓补驱动电路。这一颗六角芯片私印 EF， 实际型号 LBC847BDW1T1G， 来自成立于1971年国内一家以芯片设计半导体器件制造与销售的企业乐山无线电。这是一颗 NPN 晶体阵列芯片，内部包含2颗 NPN 三极管，这里用作辅助 PFC 芯片推挽驱动 PFC 开关管。充电器的 PFC 升压开关管，私印型号 WMZ26N65C4， 来自成立于1996年一家专注于电路保护与功率控制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上海维安半导体。这是一颗维安半导体的第4代超节规 MOSFET， 具有极低的导通电阻和3级电荷性能，非常适合用于高功率密度的电源应用，规格是耐压700伏，内部的导阻160毫欧。PFC 整流二极管，私印型号 PBMUR5J1， 跟整流桥一样，来自重庆的平伟实业，它的规格是5安，耐压600伏，这是一颗超快恢复二极管。这一颗就是充电器的 PFC 升压电感，外部有铜箔缠绕，加强散热，有塑料框架进行隔离，框架上面还有厂家的私印信息。这2个引脚为 PFC 的一个辅助绕组，这个是电感绕组。3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来自成立于1987年一家专业从事全系列铝电解电容设计、制造、销售的企业常州华威电子。这3颗电容的规格是27微法，耐压400伏，3颗总容量81微法，属于华威电子 TC 系列小体积抗雷击电源专用电容器。3颗电容和另外2颗小电容一起焊接在这一个 PCB 小板上面，电流经过 PFC 功率因素校正电路升压，进入主板的这一部分电路为充电器的 ZVS 零电压开关电源电路部分。一颗小的电解电容规格是10微法，
赖压50伏。厂家跟 PFC 部分的滤波电容一样，来自湖南爱华电子，为开关电源的主控芯片供电电容，也是爱华电子 NB 系列的电容器。充电器 ZVS 零电压开关电源主控芯片，私印型号9802-51，来自成立于2003年一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日本的瑞萨半导体。这是一款高性能数字反击式控制器，芯片具有先进的零电压切换功能和自适应多模式控制，以实现更低的开关损耗。芯片还具备许多关键的内置保护功能。这颗主控芯片配合瑞萨半导体的2次侧调节芯片使用，也就是瑞萨定制的次级整流芯片，可以实现充电器的高功率密度和高转换效率。ZVS 零电压电路开关管跟 PFC 开关管电路一样，有辅助驱动电路。这一颗6角芯片就是辅助驱动用的开关管。按照石印来看，应该也是来自乐山无线电的产品。具体资料的话，官网我一直都没有查到。ZVS 零电压电路开关管石印型号也是 WMZ26N65C4，跟 PFC 开关管一样，来自上海维安半导体，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变压器，这上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为一个平面的变压器。厂家来自成立于1997年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各类电子变压器和电感元器件的企业——东莞嘉龙海捷电子。这是一个采用锰锌功率铁氧体材料制作的一个功率平板变压器。变压器用塑料壳体全包进行隔离保护，这边为初级扰阻和辅助扰阻。这边是次级电流输出扰阻，用于抑制电磁干扰和共膜噪声，确保电源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和安全性的。贴片是陶瓷安硅 Y 电容2颗，没有私印，无法确定来自哪个厂家。用来提供电器隔离控制信号、抑制噪声以及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的光电耦合器2颗，私印型号都是 EL1018，来自成立于1983年全球知名的 LED 生产企业台湾的易光电子。这颗光耦是易光 EL101X系列光电耦合器。由于这是一个私有协议版的充电器，这个次级电路设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元器件相应就会少一点，采用的是全集成的整流控制加电压输出的方案。这一颗协议芯片私印型号 72051B， 厂家一样的来自日本的瑞萨半导体，芯片支持次级侧反馈、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和基于低加低减的快充协议设置。IW9802 主控芯片和这一颗 IW72X 系列芯片组合，可以实现紧凑的多级横压和多级横流，快速充电应用的精细调节。通过次级侧反馈数字补偿，芯片组消除了需要外部回路补偿的组件，同时在所有操作条件下保持稳定性。这颗芯片瑞萨官方没有任何资料，应该是华为向瑞萨定制的一颗高集成度的芯片。次级同步整流开关管私印型号 043N10N4， 来自成立于2003年一家芯片设计、研磨制造、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全产业链一体化的半导体企业无锡的华润微电子。这是一颗适用于快充充电器同步整流的 NMOS 开关管，规格是耐压100伏，内部导阻 3.8毫欧。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2颗，规格是560微法，耐压25伏，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集铝电容、固态电容、超级电容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企业——肇庆绿宝石，属于绿宝石 CH 系列低阻抗高文波电流耐高温固态电容。2颗电容的总容量1120微法。充电器的输出 V-Bus 开关管私印型号 D60N03HSL， 跟前面整流桥一样，来自重庆平尾实业。这颗 NMOS 官网没有资料，看私印应该是一颗耐压30伏的 NMOS 开关管。一颗 R003 贴片电阻为电流采样电阻。充电器的 USB 连接器内部舌片橙色，光滑细腻，没有毛刺，做工非常不错。壳体上面还有厂家的私印信息。变压器的外壳充当充电器初次级隔离用的一个隔离片。充电器的后盖壳体上面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充电器主壳体上面一样的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这个华为100瓦私有版的充电器拆解下来，内部用料的话没话说，全部都是一线大厂的元器件，做工一如既往的扎实可靠。原装充电器要的就是稳定耐用，没有这些高品质的元器件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这样拆解视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个好产品里面有多少厂家的元器件，为什么一个好充电器这么耐用，而那些低价山寨品为什么不耐用，而且还有安全风险，给大家做参考，这就是我的目的吧。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